民房围了好多捕快，据说死了个人，脖子上有牙印儿，浑身血被吸干，一滴不剩。吃饭的说什么死啊活的？啊，死人？哪死人？干你的活去！去把菜洗了。小魔，快，跟我走。怎么说跟你走就跟你走了不成？你那份一分也不会少。再来啊！死者死于昨晚子时左右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从颈部的牙印判断，这血应该是被吸干的。刘大娘昨夜什么声响都没有听到，说明这个房间里面肯定被下了迷香。不可能啊！香是我昨天亲手点的。大娘，可能是凶手将香炉里的香料换成了迷香。真是太奇怪了，昨天2更就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4更才停。凶手进出房间的时候，房间的地面上一点泥水都没留下。更奇怪的是，早上大娘醒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的门还是从里面锁上的。什么？确实是这样，我早上起来就看到，我吓坏了，就赶紧往外跑，可是看见门还锁得好好的。他虽然脾气差了点儿，可也不至于这么惨死啊！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留我一命啊？看来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。有人吗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呀！还钱！还钱！快点！快点出来！欠债还钱！有没有管事？谁在说话？快还钱！出来！快点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。快点出来，人！快点出来！还钱！还钱！是胡连山家的人，来催债的。这个时候来催债？这是刘家和胡家的私事，我们不必管，安心查案吧。看完热闹再查也不迟啊！走，我们看看去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。快出来！干什么？刘大娘，您家里刚刚经历了这样的惨事，按理说我们不该来跟你催债的。不过谁都知道，我们胡家是常年为宫里挑选秀女的，之前跟宫里拍着胸脯为你家闺女做的保。可是如今，您看您这府上出了这么大事，外边的人都说是撞了邪了。您说，我们怎么能让带了血光的秀女进宫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胡家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，当初下的定金只退一半就行了。回去请转告你家主人，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退人，我们也不强求，定金我们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大娘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最后可怎么办呢？大娘，夫人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这家人可怜呐。这对刘姑娘来说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对了，我想去刘新兰的房间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道长留下的法器。道长，自从新兰定了入宫之后，新兰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怪病，怎么都治不好。有人说是撞了鬼，我们就请了个道长来做法驱鬼。那个道长是哪儿来的？他说自己是越州来长安的，差不多1个月前，他路过我们这条巷子，
我们听他喊一命二运三风水什么的，就赶紧把他请了进来。这事儿听起来像你做的呀？去！我怎么觉得这道长反而是个骗子呢？骗子？不，那不可能！要知道，道长每次做完法，我家新兰确实会好很多。这法事是怎么做的呀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道长每次都让不相干的人出去，然后关上门做法，差不多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出来。那道长住哪儿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这道长的脸上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啊？哦，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红痣？大娘，还劳烦您把姑娘的药拿来给我看看。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，这药是清热解毒的药，可是兰心姑娘的症状却很像是中了一种名叫繁香草的西域草药的毒。这种草药经过提纯，可以作为凝血剂来使用。啊！怎么会有人对我的孩儿下这样的毒手？大娘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刘大娘？毕竟房间是个密室，而且里面除了死者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刘大娘可怜吗？万一她是装的呢？不可能，如果他是凶手，没必要布置成密室招人怀疑啊。而且刘大娘体弱多病，一家人全靠刘大勇撑着。这样说的话，杀死丈夫并没有什么好处吧？还有刘心兰中的毒呢？刘大娘总不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吧？看来得从那个越州来的道士开始查。什么越州来的道士啊？我四娘的消息遍布全长安城，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个道士。我也觉得可疑。这个刘心兰一病，她就出现了；刘大勇一死，她就不见了。虽然如此，还是麻烦四娘可方打听一下。明白。哎，之前在刘家你说对刘姑娘而言，也不一定是坏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寻常百姓家，跟宫里扯上关系，恐怕是有好些苦头要吃了。行了行了，马上吃饭了，咱们吃完再聊。吃饭？你那么高兴干嘛？李少卿都没说话呢。我一天到晚那么辛苦，不就为了这顿饭吗？我吃饭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李少卿人家不饿呢，瞎操心。胆子越来越大了你，给我回来！看我不掐死你！吵什么呀？别跟饭过不去啊！跑什么跑？天天李少卿，李少卿，到我这儿这么抠门？不知道。自从刘大娘家回来以后，就觉得有些恶心。她房里好像有一股隐隐的脂粉味。可刘大娘并没有施脂粉啊，是不是草药味儿？你弄混了？可能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退下吧。是二公子。好。主儿呢？主人，二公子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府，正在房里细细弹唱呢。不错。随他随他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好啊。好。哎呀呀呀！袅袅，袅袅，我想你的眼
像你的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明月，照亮我孤寂的夜晚。袅袅，公子，为您抚琴一曲吧。好啊，洗耳恭听。好曲，好曲啊！公子，您今日真是好兴致，有何好事？算不得什么好事。刘家绣坊的掌柜死了，定金还不上，他家连人带店都归我了。听说他闺女长得还不赖。袅袅，你比他好。他在地下，你在天上。袅袅。老大，那个胡连山，他死了。怎么样？死者死于昨晚此时左右，死因也是失血过多，房间里面被下了极重的迷香，浑身的血被吸干。同一人所为，看样子是。昨天你们主人睡前有什么异常？没有。昨晚睡前，主人问了一下二公子，然后就睡下了。是独寝的。府上两位公子去哪了？大公子常年在蜀地开分号，二公子昨夜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家包夜，早晨刚刚送回去。这升平院的姑娘，还得要二公子亲自送回去啊！袅袅姑娘带了一大箱子乐器，挺沉的。二公子最近又十分的迷恋她，于是叫好几个家仆一块送回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家主人被杀的消息吗？知道。可是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二公子虽然玩乐的习性跟主人很像，可是在其他方面，他们简直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哟，家里来了什么客呀？二公子，大理寺的李少卿带着人到这儿来查案了。哦，见过李少卿。父亲的死，有劳各位费心了。请问二公子昨夜子时在什么地方？我昨夜和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唱了夜小曲，家仆们都知道。既然这样，小人先去歇息了。老王，李少卿有任何需要，务必全力配合。告辞。这个胡家公子也够奇怪的啊，父亲死了，就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。你看他一身酒味，满脸倦容，真是喝了一晚上花酒。他可以顾凶啊，毕竟他爹死了，这么大的家产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就他好吃懒做的样，他巴不得他爹长命百岁，照着他作恶多端呢。再说，他们家还有个能干的哥哥，所以这偌大的家业肯定得落到他大哥头上，他捞不着什么好处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去趟平康坊找何袅袅。早就听说升平院那个头牌何袅袅姑娘是个人间绝色哦。你跟萨姆去。为什么？我闻不了脂粉味。你一定是走了，你一定是在里面欠过什么债吧？又要回来了，紫苏姑娘可是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妹妹，几天不见了？是啊，我前几天帮我爹出长安办事去了。你们接了个新案子。开绣坊的刘大勇
和负责选秀的胡连山前后都死了，全被人吸干了血。这2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刘大勇委托胡连山把女儿送进宫，可他女儿病重，只得作罢。刘大勇先死了，胡家派人来要了定金，结果第2天胡连山也死了。胡连山，这名字好熟悉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名字在3年前的一个案子里出现过。3年前，永安坊有户人家姓徐，当家的驼背人称徐骆驼。有一天深夜，徐骆驼突然死在家中，他全身的血液被吸干，他的老婆也当场跳河而死。胡连山是涉案证人之一，也是吸血，这么巧。不如我们也去永安坊看看。走。大娘，您还记得这里以前住着一户姓徐的人家吗？他老婆叫月娘，后来还跳了河。哟，你说的是徐骆驼吧？好久没人提过他们了。你们是来查案的？啊，是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麻烦你想一想，当时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徐骆驼原本就是个变戏法的，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总也过得下去。后来他原配死了，就开始赌得家里家徒四壁，穷得揭不开锅呀。再后来，徐骆驼又娶了一个叫徐月娘，懂事的很，长得出了名的好看。可你说这个徐骆驼他就是个无赖吧？他竟然打起了月娘的主意，把她卖给了一个姓胡的富户，做了第8房小妾。这事儿啊，都过去3年了，当晚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我先是听到几声惨叫，哎呦，叫的那个惨哦！我赶紧披上衣裳跑出来，一看，徐骆驼家的门忽然开了，月娘跌跌撞撞跑出来，两眼发直，也不喊也不叫，浑身抖个不停，身上染满了鲜血啊！哎呦，对，别提多瘆人了。太瘆人了！那个徐骆驼到底是谁杀死的呢？谁知道呢？有人说，是徐骆驼造孽太多，这阎王爷都看不下去了，派小鬼来索命。是，也有人说，是月娘忍无可忍，杀了亲夫。这不管怎么说，月娘紧接着就跳河死了。自那以后啊，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好嘞，你玩好啊，好生招呼着，去吧。哟，2位郡公子，看着好眼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啊？这位是大理寺李少卿。哎呦，贵客，真是贵客呀！少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们这儿保证有您满意的。我们别人谁也不找，我们就找何袅袅。可是袅袅姑娘正在接其他客人呢。少废话，我们李少卿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啊。何袅袅，不是说了吗？做生意。大理寺办案。去，把何袅袅给我叫来。这不合适吧？哪个没眼力的敢跟本捕快抢人？大理寺李少卿。少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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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，小的这就走。去吧。这年头，衙门捕快都有闲钱上升平院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请李少卿上楼小坐吧。袅袅姑娘，不必客气了。姑娘可听说昨天夜里胡连山死了？胡家二公子说，昨夜与姑娘弹唱喝酒到天明，可有此事？确实不假。那昨天晚上，
胡二公子可曾睡着？李少卿，小女子只卖艺，不卖身。娘娘姑娘多想了，既然确有此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少卿慢走啊，少卿慢走。来来来，姑娘们玩起来！误会误会，玩起来玩起来！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和袅袅说那个胡南卓一夜都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哎，子松那边呢？徐月娘的故事可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惨多了。她相公徐骆驼是个大赌徒，赌得家徒四壁，这才把徐月娘卖给了胡连山抵债，做了第8房小妾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头绪，明早东市有个大集市，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们去转转，换换脑子。好啊。三炮，好看吗？这我们凡社门口就有，好吧？一点都不浪漫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做工多好，是吧？随便看啊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新到的，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。好漂亮哦，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你别说，姑娘还真有眼光。这个东西啊，现在买不到了，800文。800，这么贵啊？为什么贵啊？现在买不到了，我费好大功夫才买回来的。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三炮啊，过来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，东西不错吧？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送我啊！我送你。送我。送我。我这儿东西都是最好的。送你啊，送你。我没带钱啊，我找我哥啊，我哥有钱。去。哥，发现了给刘心兰做法那个道士，就那个。看了这么清楚，就赶紧买回去是不是？啊！哎呦，你便宜点，便宜点。那个我哥买，都是赔钱买你。我哥有钱，送你啊。你叫什么？你为什么假扮道长去刘大勇家？刘大勇和胡连山之死是否与你有关？刘心兰中的毒可是你下的。中毒？你的货篮里有西域来的繁香草，刘心兰瞳孔放大，皮肤潮红，昏睡不醒，正是中了繁香草的毒。你自己卖的东西，你还想抵赖？怎么可能啊！你可认罪？我不认罪。你等等，先把他带到刘家绣房去吧。你们让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……道长他怎么？刘大娘，新兰姑娘现在如何了？老天保佑，能下床了。啊，还麻烦您把新兰姑娘带出来，再见一见道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新兰，你怎么了？新兰，快坐。这位道长就是给刘心兰投毒的人。
这个秦三郎本来是一个卖西域异宝的货郎，害新兰姑娘中毒的繁香草，全长安只有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原配呢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说呀！香草是我从他的棺材里偷来自己服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为了什么呀，我的傻孩子？他叫秦三郎。2个月前，我们在庙会上相识，一见钟情。不料父亲要把我送到宫里当绣女，我说什么也不愿意。我爹逼得太急，我就偷偷从三郎那儿拿了繁香草，想要以此殉情，结果拿不准用量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新兰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么说，是胡连山和刘大勇坏了你的好事。秦三郎，2天前夜里子时，你在何处？我扮成道长，看望了新兰之后，去了另一个货郎张三郎家，点了一夜的货物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前天晚上子时呢？前天晚上，我在家中独睡，无人能作证。把他先带回去。我，新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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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痕迹还很新。大娘，这道是什么痕迹啊？是那个道长最后一次做法时带了个挺重的箱子，这印记是被那箱子给磨的。重箱子？难道说道长做法需要很多法器吗？我看了一眼，是装着不少法器。法器？子苏啊，咱们俩先回去吧。嗯。双燕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帮我查一下刘大勇和胡连山他们的伤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好，帮我照顾一下我的新宠啊。哎呀，看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小心点儿，我的新宠。颈部都有齿痕，刘大勇的伤在颈部左侧。而胡连山的伤是在颈部右侧。哦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怎么了？杀死2个人的不是同一个人。双燕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哟，这不是李少卿吗？又来找我们袅袅姑娘啊！真是不巧，袅袅这会儿正要出去呢。哦，袅袅姑娘要去哪儿啊？袅袅正要去胡家，胡二公子明天就去蜀地跟他兄长学做生意了。袅袅要去陪胡公子喝酒饯行。袅袅姑娘，
你莫不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杀掉胡家公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杀害了刘大勇和胡连山二人，你可知罪？刘大勇是谁？听都没听过。莫不是你也不曾去过刘家绣房？不曾去过。那这块玉牌，正面刻着生平，背面是个鸟字，袅袅姑娘可认识？这玉牌应该是在杀人的时候，不小心落在刘家绣房了吧？杀人？少卿真是说笑。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绣房老板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二人？与你的身份秘密有关，这我等会儿再解释。先说一下你的不在场证明吧。胡掌柜，并不是你亲手杀害的，而是你连同你的同伙，也就是刘家绣坊女儿刘心兰的相好秦三郎。这都是谁啊？胡公子该等急了，官人不送。等等，发现了那个箱子，就在何袅袅的房间。抓人吧。得罪了，走。许月娘，这又是什么？我让街坊偷偷看过你，已经确认过了，你就是许月娘。3年前，你被徐骆驼逼嫁给胡连山当小妾，你宁死不从，想必是遭到毒打后，对徐骆驼起了杀心。杀了徐骆驼之后，你跳河自尽，却侥幸逃过一死，流落到青楼。随后，你在青楼又遇上胡南卓，得知胡家要逼迫民女刘心兰进宫后，你气愤难当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这才决心和秦三郎一起手刃胡家人和刘大勇，为刘心兰讨一个公道，是这样吧？可是他们二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这个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个带着有隔层的大木箱就可以了。许月娘家原本是变戏法的，想制造一个这样的木箱，应该不难吧？刘大勇死的当天，秦三郎扮作道长，带着一箱法器，隔层内躲着何袅袅。何袅袅去胡家陪酒的那个晚上，隔层内躲着秦三郎，他俩互相掩护，各杀一人。所谓吸血，不过是用利器戳颈，放血之后，再用繁香草提纯的凝血剂做成血豆腐，带离犯罪现场，障眼法而已。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在密室里杀人，然后逃走，再把门反锁的呢？其实当时他们根本没有离开现场。那天我和三炮来这里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张捕快。以他的俸禄，怎么可能要得到这里的头牌何袅袅姑娘呢？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何袅袅主动去接近张捕快。你接近张捕快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张捕快的衣服。道士做法，箱子置于房中，何袅袅穿着捕快的衣服从箱子中钻出，潜入死者房间作案。随后，等捕快前来查案时，何袅袅再混入人群离开。这个计划看上去还不错，只可惜我发现了你的身份，还有这块掉落的玉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是的，我是杀了我丈夫徐骆驼，为了还赌债，他竟然将我卖给一个老叟做8房小妾，我不肯，他就毒打我，我反抗时误杀了他，我还和秦三郎一起杀了刘大勇，杀了胡连山，他们全都死有余辜。
为财为色，毁人一生的幸福。那天晚上，秦三郎喝醉了酒，闯进了升平园，是我招待的他。他说有个相好的姑娘叫新兰，被爹逼着入宫做绣女，得了怪病，生不如死。听完他俩的故事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我要杀掉这帮畜生。我不能让新兰也变成我这样。我不怕长女。从前的徐月娘早就坠河死了，如今何袅袅的命是靠自己赚来的。我只恨，我恨我没能及时杀掉呼南卓。三胖，把何袅袅带走吧。怪不得当时在刘大勇家，我闻到了脂粉味。跳河自尽，或是青楼卖唱，或是杀人复仇，那也总好过嫁给无赖，忍气吞声，悲惨的度过余生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有的人死有余辜，可是也应该交由律法来决断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为了仇恨随便杀人，那要律法干嘛？我是老板娘，有什么事问我吧。请问，双叶站住，把饼还我！双叶，请问，萨摩，请问，想必你们就是萨摩多罗和五座双叶吧？是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久闻萨摩先生屡破奇案，我家主人有一事相求，还望二位能与我去府上，若能解决我家主人的心病，主人定当重金酬谢。不去。萨摩公子可是很喜欢吃这胡麻饼，我家主人常年行走在西域，府上有很多点心，还有馕饼，您可以到府上尽情享用。现在就走吧。好。等等，萨摩是我这儿的人，他要是跟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这点薄礼算是买下了萨摩公子几天人力，望老板娘成全。行吧，好好去吧。谢谢。这宅子这么大，格局也气派，里面怎么又脏又旧啊？这是鄙人祖上的旧宅，多年来无人打理，让二位见笑了。别听他瞎说，萨摩就爱胡说八道，您多包涵。哪里哪里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鄙人赵信国，灵州人士。今天请二位来，是想托两位帮我找个人。找人？找谁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家乡与两位兄弟义结金兰。大哥窦天放是当地的武官，二哥苗匡是个古董商人。几个月前，我们兄弟三人到大漠里寻访古迹，偶然陷入了一个古墓之中。那古墓阴森恐怖，我们在墓里发现了一个圆形的木匣子，是一枚人面型赤玉。可没想到这赤玉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灾祸。哦，我大哥窦天放惨死帐中，二哥苗匡也在一夜之间突然不知去向，还留下了满地的血迹，而且包袱粮食什么都没拿，我担心他遭遇不测。唯一有人说
他在长安与我那兄弟见过一面。于是，我就到长安寻人来了。窦天放是怎么死的？我大哥死得蹊跷，脸上莫名被什么东西啄烂，整张脸血肉模糊。哎，那块玉呢？我们都不是那种贪不义之财的人，所以那块玉我们都留在古墓中了。你二哥身上可有什么明显特征？二哥苗匡，身材小一些，有点驼背，满脸的黑子。他平日里总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捧着个破陶碗也能琢磨半天。以前他曾经说起过，他在城西的张家村有个远房亲戚。少爷，我们先去张家村看看吧。所以，拜托二位了，拜托了。哎，老弟，大晌午的怎么从田里回来了？水胖子他们家要分猪肉，村里今晚上就算提前过年了。哦，哎，老弟，离过年还有3月呢，这时候干嘛？水胖子他们家也算咱村里的富户了。昨晚上山上那东西又来偷吃东西，把他们家猪咬死了。那猪的肉吧，他家又吃不完，所以胖子说把肉分给大伙儿，听者有份啊！走啊，走。啊！张老弟，你先来啊！哎，别，这是你们家的猪，有你来吧，你先来。哎，不行。哎呦，分个猪肉有什么好让的？2个大男人在这儿拉扯半天了，猪都要臭了。你们不分，干脆我来分吧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别拉扯。哎呀，我说水媳妇儿，您能给大家分猪肉，让村里提前过个年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谁能说你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是啊，你这么厉害，谁敢说你的不对啊？你说谁厉害？哎，有本事你把你们家猪杀了呀！哼，我就奇了怪了，咱们2家挨那么近，怎么那东西就没咬死你们家的猪，咬死我们家的猪了？哎，你这意思，合着你家猪是我弄死的？哎，我家锅还丢了呢，前些日子刚打的。他们丢鸡丢羊的是个事儿，我们家丢锅就不是事儿了。我们家铁锅也是新打的，不信你问永乐坊的陈铁匠。哎，好了，各位别说了，都别说了。我看你们2位是从城里来的吧？哎，请你们给大家帮个忙，给大家分一分，这样比较公平点。我最不会切猪肉了。我来。好。行，快分吧。分啊！这猪腿去哪儿了？这些日子啊，咱这棋盘山上来了个红毛僵尸，身形特别高大，行动也特别迅速，每天晚上都到村里来偷东西吃。这不，昨天晚上把这个猪腿给他咬跑了。张老弟，能不能把这只猪卖给我啊？哎，姑娘，这猪是被那怪东西给咬死的。恐怕这……不瞒您说，我是个仵作，我想把这只猪带回去仔细看看，说不定能抓住那怪物。这卖，干嘛不卖？卖啊！哎，你说，我要是把这死猪送给紫苏，那会怎么样？3炮，我跟你没完。哎，你把这猪买回家，是不是觉得哪里有问题啊？这猪的断腿处乍一看不规则，但骨头却非常的平整。你是说，有可能是人干的？对。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谁找你们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一个灵州人，还是个富商，叫那个赵信国。那这富商找你们干嘛呀？他想让我们2个帮他找一个结拜兄弟，叫做苗匡的。哎，认识不？
不认识。这苗框是干嘛的？做古董生意的。你有空的时候帮我打听一下。你身上怎么有一股猪骚味儿啊？哦，今天双叶买了一头猪回来做研究。洗澡去。行，洗澡去。二位，里面请。二位客人有些面生啊，买点什么？是收藏还是送礼呀？哦，掌柜的，我们来打听一个叫苗匡的人，你听说过吗？对不起了，本店只做小生意，大宗买卖请去孤家铺子吧。哦，这么说苗匡是做大宗买卖的？对，本店实在跟这个苗匡没什么牵连。麻烦你们还是去孤家铺子问吧。走吧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鄙人做古董生意30余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走，你刚刚不是还说……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说不远送。不认识就不认识呗，忽悠什么客人啊？城里的古董铺子都问遍了，看来这个苗匡大有来头啊。看什么呢？总感觉有人跟着我们。谁会跟着咱们呢？你说咱们俩，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杂役，一个是臭烘烘的仵作。谁臭烘烘的了？是猪，猪可以了吧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那个猪怎么样了？确实是人所为的，只是在边上胡乱划了几刀，装作是野兽咬的样子。你说是什么人会好好的躲在山上，还要装作野兽呢？这样的人在村子里面啊，我怕那些村民会有危险。哎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哎，请我吃碗面。好。快来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，快点！今天，咱们一定要把那个害人的东西找出来，找出来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张老爹，你们这是去干嘛？搜山，把那个害人的怪东西搜出来。哎，张老爹，我们俩跟你一起去吧。行，走。搜出来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走，搜山，搜山，搜山！山这么大，从哪儿找起啊？哎，走，继续找。哎，那边有个山洞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这么大的洞，里边住着多大的东西啊？
你们来。看来这个洞里住的是人。会住的是什么人呢？走。走。这里有个人。这是？他是我们要找的苗匡。死亡时间大概是2个时辰前，死亡原因钝物重击头部。这里有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，说明苗匡已经在这洞里住了一段时间了。我们村丢失的东西全都在这儿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躲在这儿呢？问题应该是，他为什么会死在这儿呢？全村人都知道山上有脏东西，不敢上山。到底是谁发现了他，又把他给杀了呢？他为什么会拽着衣角呢？死状惊恐，难道他在死之前发现了什么恐怖的情况吗？才会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衣角？或者是他想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？少爷，你说咱们要不要把苗匡的事去告诉赵信国？等咱回城都要宵禁了，等明天吧。唉，怎么了？张老爹说那洞里的铲子绝对不是他们村里的人丢的，我怀疑是盗墓用的。这么说，这个苗匡是个盗墓的，怪不得所有的古董行都不愿搭理我们，恐怕是以为我们2个是官府派来调查他们的。你说赵兴国知不知道他义兄是个盗墓的？你怀疑他骗了我们？很难说。我看到他手上的扳指是个好东西，他家小铺出手也很大方。我看他是有意隐瞒着什么。萨摩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出事了！萨摩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我进来了。萨摩，干嘛呀？吵死了！哎，萨摩，快起来啊！赵信国家失火了，你快起来！你说什么？赵信国家失火了。这2具尸体啊，烧得面目全非的。怎么烧起来的？听街坊所说，清早就烧起来了，灭了1个时辰才停。我找双眼验尸，他听说以后脸色大变，转头就跑了。原来是去找你了。真奇怪，这火才烧了不到1个时辰，怎么烧成这副模样了？果真是赵兴国和那个小厮。你们和死者认识？这个高个的应该是赵兴国，灵州商人。最近他正在找我调查一个失踪案。那个矮点的应该是他的家仆。他在找谁？他在找他的一个结拜兄弟，叫苗匡，是个古董商人。昨日我们在山中找到了苗匡的尸体，
还没来得及过来告诉他。没想到，苗匡。据街坊说，这房子就是一个叫苗匡的大户人家的。这是苗匡的宅子。大娘，您认识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个苗匡吗？苗黑子呀，认识。不过，他已经3、4年都没回来过了。哦，哎，那他是做什么的？做生意的吧？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挺有钱的。这2天新搬过来的那2个人，你们认识吗？哪2个人呢？没看见有人搬进来呀。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好像见过俩人在门口晃的，我还以为是路过的。哎呦，他们俩不会被烧死了吧？这火呀，起的就是有点奇怪。我呀就没看见这房子里有人生火做饭，每天呢都是安安静静的。早上啊就突然起了大火，我们家的小孙子还喊着说呀，他们家的院子树上凭空出现一张红红的人脸来。什么？人脸？兴许啊孩子还小，瞎说的。等我看到的时候啊，树上啥都没有了，光看到整个院子里啊都是熊熊的火焰。到处都找过了，哪有什么人面啊？你听说过赤红人面的诅咒吗？我才不信这些呢。这赵信国来长安行程隐蔽，连街坊邻居都没发现宅子里住进了人，而且见过这个人面赤玉的3个人都已经死了。他一直握着这副沾了血迹的衣角，难道苗匡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红、赤红人面？还得再回趟张家村。走。请问您这死的是哪家呀？死的是卖鸡蛋的阿福嫂。阿福嫂啊，也真是命苦。你说，剩下仨小子，也不知道该咋吆喝呢。这阿福嫂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啊？我悄悄跟你说啊，阿福嫂啊，这是撞鬼了。撞鬼？撞的还是她男人的鬼。不会吧？姑婆就跟你一个人说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外面传去。你们那天找着那个人扮的怪物以后，大伙儿可高兴了，尤其是阿福嫂，她说了，这下她就可以放心上山给她男人上坟去了。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半夜她一个人上山去了。啊？天没亮的时候，她晕死在山脚下了，给去那个田里种地的张老爹发现给抬了回来。这一回来吧，然后在床上发高烧，还一个劲儿的说胡话，就像鬼上身了一样。不到半个时辰啊，人就没了。这跟鬼有什么关系啊？听我说啊，他生病的时候啊，我去看他了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他看到他男人的尸体穿着寿衣在山上走啊。你说神不神啊？他男人都葬了有1个多月了，怎么能还在山上走呢？这不是撞见鬼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能不能再带我们去山上看看？我胆子小，我可不敢去。这样，你们找张老爹，张老爹带你们去。那我先忙去了啊，你们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啊。哦。张老爹，你从什么时候知道阿福嫂撞鬼的事的？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鬼，阿福是我亲手埋的，他确实死了，不可能有什么僵尸啊、鬼啊的。张老爹，能不能带我们去阿福的坟去看看？好啊，离这儿不远，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走走走。这就是阿福的墓。这土是新的。
张老爹，阿福有没有变成鬼，只有开了棺才知道。什么？你没有开棺？张老爹，阿福嫂死得太蹊跷了。你难道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村里现在人心惶惶的，把事情查清楚，才能给全村人一个交代。好吧，咱们开棺。阿福叔、阿福嫂都是为了查案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开棺。嗯。怎么可能？阿福是我亲手埋的，阿福是我亲手埋的，是我亲手把阿福埋了的呀！真是太奇怪了，我们一定要先找到尸体，才能找到线索。大伙人都找不着，上哪儿找尸体去？难不成把山上坟都挖了啊？阿福啊，你的尸体上哪儿去了？张老爹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帮你把阿福找到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哎，干嘛去？把山上坟都挖了。能不能把阿福嫂的位置也打开？这阿福媳妇儿还没葬进去呢，那个位置有什么呀？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苗框藏的宝贝呗。这些难道都是盗墓得来的赃物？没错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他们把偷来的东西藏在一座空的坟里。看来杀他的人还没有找到这儿。这可不一定。你们看，那个位置原本有一个东西被拿走了，看那印记的形状，像什么？是个圆的东西，是个圆匣子，里面应该是那块赤色人面。那天赵信国说，他们把赤色人面留在了大墓之中，显然他没有说实话。如果到昨天为止，东西都在苗匡手上，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杀赵信国。而且杀人时间也完全对不上。这事儿可就玄乎了。见过赤红人面的3个人都死了。还有阿福嫂看到的尸体复活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还有第4个人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死气沉沉的。对了，三魔，今天店里住进来一个西域商人，他好像认识你说的那个苗匡。哦。但是我问他是干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不告诉我了。那你快带我去啊！我问他。哎呀，你快带我去，带我去！难道还有老娘搞不定的人？灌他2壶酒，祖坟在哪儿都告诉我了。这个苗匡啊，以前在西域学的可是盗墓的本事，而且还小有名气。我还打听到了一件奇事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鬼街？什么？这鬼街呀，就在长安城外3里地的一处河边，每到13的晚上，就会开始摆摊儿卖古物。昏灯之下，买东西的人看不清卖东西的人的脸，所以称为鬼街。那为什么不拿到城里的古董行去寄卖呢？因为这鬼街上卖的东西，不是盗墓所得，就是行贿所得。总之，都是一些官府要查的东西，只能在这夜半河边变卖。这些年，这鬼街已经日渐形成了气候，来买东西的不是富家公子，就是官家。我奇怪的是，李治，你怎么会没听过呢？我向来对古玩不感兴趣。我还听这个商人说，他对赤红人面非常感兴趣，并且他知道这古物已经到了长安，所以他准备了重金，决定去那鬼街上好好看一看。
难道说，我们要找的答案就在鬼街？鬼街就要在鬼地方？哎呀，这里好冷啊！叫你出门多披件衣服。哎，两位姑娘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鬼街啊！有好吃的没？你就知道吃，你就知道怂。够了，我们最好分散开来，买些小东西，不要引人注意。这个，说到买东西嘛，李少卿，哎，人呢？哎你，哎，老大，来，老大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？这是赤鱼吗？这什么颜色？有这么小吗？卖这么小个的玩意儿，装这么大盒子？哎，莫非两位是来寻那赤红人面的？你有啊？有啊！来，快看看。两位，我这也有。你也有啊？我的真的，哎，我的才是真的。您看我这身子啊，世上惊喜这块，真的。真的吗？你看我这，你看这是啥市面上的一件的。算了，哥们儿啊，算了，哥们儿算了，好了，散开！哎，一无所获。这鬼街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干嘛呢？这不是放点烟，给点气氛吗？要不烟再大点？你看那儿。你就卖这一件东西？几件东西不重要，一件便抵得上别人10件了。哦，就这么个小匣子？匣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匣子里的宝贝。这哪来的？迦兰古国的东西，公子意下如何？三炮，拿钱袋。看清楚，是金子。主人，事成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呀！
赵先生真是天赋异禀，被烧成了一堆白骨，竟然还能死而复生。双叶，在。你来说。我们在苗匡家失火现场发现2具尸体，死者的喉部并没有吸入烟尘，同时尸体也没有呈现出垂死挣扎的痕迹，只能说明那2具尸体本来就是尸体。看来你不但会盗墓，还会盗尸了，是吧？可怜的阿福叔心死不久，尸体就被你们如此糟蹋，还连累了阿福嫂以为自己的丈夫诈尸，惊惧而亡。我说完了。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块赤红人面。当初你们3人前往大漠，盗得这块价值连城的古玉，3个人都想据为己有。窦天放是武官，很强势，所以古玉暂由他来保管。你之前说过，苗匡性格孤僻，平日里经常独自把玩冥器，所以这苗匡杀了窦天放，夺走赤红人面，并没有急着出手换钱，而是将他和其他冥器一起藏在棋盘山上，并扮成怪物，让人不敢进山，准备看准合适的时机再出手，大赚一笔。而你就雇萨摩帮你寻人。当你得知山上一直有怪事发生，便赶在他们之前拜访了苗匡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，想必就是你身边这位小厮吧。那一日我们去苗匡府上，明明天气和煦，这小厮却将门窗紧闭，而你说起赤红人面时，也显得过分警惕了。你杀了苗匡之后，盗尸放火，让我们以为赵信国已死。街坊四邻看到的悬在空中的人面，应该是你用竹条糊纸制成，再用棉线吊在树枝上，被火烧着，看起来的确很像赤红人面。你之所以这样故弄玄虚，一来呢，你让大家都知道赤红人面已经出现在长安，买家们就会纷纷的手握重金去鬼街求购；另一方面，你把染血的衣角塞在苗匡手里，暗示赤红人面杀人。你还把编制假人面的竹篾放在苗匡的洞里，纵火的嫌疑也指向已死的苗匡，这样就会让此案成为死局。我们差点就着了你的道。赵信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带走。死者的右脚脚踝处有2个小孔，应该是死于蛇毒。身上的淤伤是摔下山坡所致，并不致命。初步判定死者死于意外。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死于蛇毒还需要什么线索啊？双叶姑娘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再多检查检查。您看啊，死者是崇义坊的丹砂大户刘掌柜，我们已经同他们家人联系过了。家人说他出门前带着价值不菲的丹砂，现场找不到，而且我们在他身上也没找到钱袋。对啊，我们觉得劫杀的可能性更大吧。我检查过了，真的只是蛇毒，钱袋不见了，你们自己再调查呀。我赶着回去呢，我那只雏鸡都快腐烂了。你们再检查最后一次。哎，这钱袋和丹砂不见了，我们真的没法解释啊。钱袋不见了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你再查查吧。哎呦，双叶姑娘，您再检查最后一次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听说你们在找钱袋是吧？我在那边看到一个好像钱袋的东西，我也没敢拿，你们去看看是不是啊？是吗？走，去，快来，去。欢迎品尝樊舍最新推出的私房菜。你做的吗？好吃呢就是我做的，不好吃就是李师傅做的。李师傅做的。我觉得吧，是四娘做的。
什么啊？是罗员外。昨天夜里，罗员外的夫人莫名的死了。关我什么事？罗夫人是当今礼部侍郎的千金，所以案子尤为重要。哎呀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我刚刚，前天你在城墙底下变戏法，骗走了3个小孩不少零钱。昨天你在烧饼铺，趁老板给人找钱的时候，顺走了2个烧饼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。前天你骗完钱跑了，几个孩子一直哭，把父母都哭出来了，是我给的钱。昨天烧饼铺，你前脚走，老板后脚追，也是我给你垫付了钱。这些是完，可你欠我钱的事没完。李治，我这个人最喜欢为朋友两肋插刀了。说吧，我们从哪里查起？跟我去罗府一趟。好的。我也去吧。既然好吃，就吃完再去吧。好好吃，慢慢吃。这里还有一盘，管够。怎么样？死者鼻腔有血，尸体上没有任何外伤。至于具体死因，一时半会儿还不好确定。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去，进一步查验。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就是罗员外，先跟他聊聊。几位请，几位请。是啊，你了肉呀，你们家主人这是怎么了？我家主人已经这样有一段日子了，像是发癔症似的。他老说自己被鬼缠上了，说每天半夜都有鬼来找他，还能听到鬼叫。夫人在世的时候，请了庙里的人来超度，也不见好。鬼叫？什么鬼叫？就是主人一直说我们宅子里在闹鬼，可整个罗府上下只有主人自己听到了什么鬼叫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一开始还以为有人装神弄鬼吓唬主人，把官府的人都请来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查到。人家都觉得是我们主人精神出了问题，把我们给训了一顿。官人呐！官人呐，你可以救救我呀！有鬼，我这里有鬼啊！就是那些鬼，他没能杀了我，他就杀了我的夫人啊！我不想死啊！救救我呀！官人，鬼，救救我！你说的鬼到底是什么？有小孩在哭，还有女人的哭喊，缠着我，他们都缠着我呀，让我打命来，每天我都这样啊，我受不了了呀！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变成了这样？这样还能闹鬼呢？我看过了，这宅子里的风水布局不赖啊。你又知道了？那当然。哎，我说李少卿，我还饿着肚子就被你拉出来探案，人也问了，地方也看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下饭填饱肚子？那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这个案子还是有太多疑点，实在太过诡异，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走着，走。请。四娘，哎，有什么吃的吗？快点，我实在饿死了。除了吃的，你还知道别的吗？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这次案子，我想没那么简单。很棘手吗？那个罗员外说他家里面闹鬼，而且还神神叨叨的，说到最后连饭都没给吃，小气死了。除了吃，你还会什么？上次家宴的时候，我还见了罗员外和罗夫人一面，那时候还好好的，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。紫苏姑娘不必伤神，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。
吃饱了喝美了，才有力气探案呢。这态度差距也太大了吧！啊！最好了，四娘，我给你揉揉肩。老大，老大，你们猜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有什么就快说。我在东市啊碰到了给罗夫人葬礼采买的家丁，我跟他闲聊的时候，他无意中说，这罗夫人的死，全府上下，包括街坊邻里，都非常难过，但只有一个人会非常高兴。什么人？她是一个叫青燕的妓女，听说她跟罗员外一直不清不楚，而且这个罗员外跟罗夫人提过要纳她为妾，被罗夫人给拒绝了。听说这青燕对罗夫人一直怀恨在心。不是吧？罗员外不像是这种人，他是我爹的门生。我爹说过，他打小开始就是个敦厚老实的人啊，这肯定是谣言。你说的对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正所谓无风不起浪。三炮、萨摩，你们去找青燕了解一下情况。好吃的呢？青燕呐，有2位大理寺官人找你问话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啊！去。你就是青燕姑娘？是。这位官爷有什么事吗？你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？昨天夜里，我有事情外出里的。可有人同行啊？没有。那昨天夜里罗员外的夫人被人杀害了，你可知道？我确实不知此事。这与我又有何关系呢？我听闻你一直想嫁进罗家，却几次都被罗夫人拒之门外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吗？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昨天夜里我去永安坊云轩客栈陪客人唱曲，不可以吗？2位官爷，请回吧。三炮，你找人密切盯着他。放心吧。李少卿，你们来了，是不是苏玉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了？罗员外，你与那个叫青燕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啊。那昨天夜里，你没有约她出去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哎呀，最近府里鬼怪闹得厉害，我连觉都睡不安稳，哪里还有心思想这些呢？自从苏玉不肯答应青燕进门开始，我跟青燕就没什么来往了。那今晚我们来帮你捉鬼。他想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来为主人驱鬼，非常高兴。你俩先去吧，我四处看看。有鬼？有紫苏保护你呢，去吧。各位官人，这边请。请。哎呀，李少卿，你们能来帮我驱鬼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罗员外，这世上是没有什么鬼神的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人呐，亏心事做多了，就容易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罗员外，您扪心自问呢？我罗某人一生清贫，最近几年才稍微顺风顺水，搬来了这个大宅子。但是来了之后，却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啊！隔三差五的就会闹鬼。哎呀，
不知道我是不是注定只能做个寻常百姓啊？李少卿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帮帮我，抓住那只鬼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啊！你有病啊！哎呀，好诡异呀！老大，我有点害怕。到前面去看看。啊，去，好。哦！哎呀，你是不是傻？别闹！不是我。走，分头查一下。鬼要出来了！救救我！真的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！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！罗员外，罗员外，这房间除了您并无他人，您放心吧。李少卿，李少卿，睡得香啊！守了一夜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至少我还查到了这些，这些是青燕写给罗员外的书信。最后一封竟是在几日前。罗员外在撒谎，感觉这里头一定有猫腻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我派去盯着青燕的人说，刚刚青燕出城了，好像是去了一个江湖郎中家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就这儿。怎么是你们？能和我们说说你来这儿是为什么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。先生，敢问他来找您所为何事？这种事情还是请您问他本人为好。不用问了，青燕姑娘，你正怀有身孕吧？进一步说，你肚子里怀的孩子，正是罗员外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发现你有不明显的保护肚子的动作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在我们查明真相之前，你是犯罪嫌疑最大的人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怎么样，死因查出来了吗？我解剖了罗夫人的尸体，死者肝脏肿大，胃肠穿孔，疑似中毒而死。中毒？应该是，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毒发症状，药典里也查不到有关的记载。
怎么样了？昨天青燕已经被暂时关押，现在我们只要找到罗员外的犯罪证据和作案手法，基本就可以定案了。你还在怀疑罗员外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怀疑他？我们去罗府调查的时候，他刻意隐瞒了一直与青燕交往的事实，而且青燕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相信他的为人。哎，小姑娘，办案子的时候可不能意气用事哦。老大，不好了，罗员外家又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他的奶娘刚刚被发现暴死在房中，她的死状跟罗夫人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你快叫上双叶，我们马上去罗府。死亡时间是在昨晚，死状与罗夫人相同，尸体上没有外伤，鼻孔内有血，且齿龈糜烂，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个凶手犯案。青燕昨天已被关押，这么说，嫌疑人就只有罗员外了。罗庭云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已经验过尸体，你伙同青燕毒死了你的夫人，如今又毒害你的奶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少卿，我冤枉啊！我昨天夜里一直在书房练字静心，这哑仆一直在为我研墨，可以为我作证啊！一个哑仆又说不了话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官人，我真的冤枉，我冤枉！来人，我立即封锁罗府，是3日之内不得有人外出。是。官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的。哎，萨摩呢？听你们的描述，这2起案子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。没错，不管是从犯案时间还是作案手法，都看起来是一名凶手所为。既然青燕被关押了，那罗员外的嫌疑就更大了。现在只是缺少证据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奶娘呢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子素，告诉我罗员外的家世，越详细越好。罗员外在考取功名之前是个教书先生，家住在长安城郊的一个小镇子上，现在应该没什么亲人了。罗员外在及第之前曾与家乡的一位姑娘有过婚约，但那位姑娘病逝之后，在家乡也就只剩下奶娘一个亲人了，所以他及第之后便带着奶娘一起来到了长安。关于那位病逝的姑娘，你了解多少？这个恐怕要回去问问父亲。又是你！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病人的情况无可奉告。我不是来问青燕的事的。哦，
那是你自己要来看病。有些问题想请教你。进来说吧。来。一大早上这么勤快，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早上起来，你看到子苏来过吗？我这才刚睡醒，你认为我知道吗？萨摩，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？父亲说，那位病逝的姑娘并非是什么达官贵人家的女儿，就是罗员外的结发妻子，之前是个戏子。家中还有个弟弟，他死的时候弟弟才7岁，他的忌日似乎就是这2天。当时他特别惨，肚子里还怀着罗员外的孩子。他的弟弟有下落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去世之后，他们便举家从镇上搬走了。李治，快把秦燕放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乱放人。把他送到罗府去。告诉罗员外，青燕怀了他的孩子，并且想打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听我的，只要你把他送过去，今晚凶手便会水落石出的。罗员外，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人，我想你见到他会很高兴吧？进来吧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罗老。我是青燕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害得我没了老婆，没了孩子，连从小照顾我的奶娘也丢了性命。说，每天晚上那个鬼到底是不是你？你与青燕相识多年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为人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那些事都不是我做的。罗员外，我想青燕姑娘应该还有很多话想单独跟您说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所有人都等你好半天了。你这又去哪儿骗吃骗喝去了你？我去街上准备今晚抓鬼的东西。捉鬼？捉罗员外家的那只鬼。啊？凑近点，咱们干脆就来一个将计就计，故弄玄虚。咱们今天晚上先去罗员外的家里。
是你吗，姐姐？哎，谁在说话？是你吧？得了吧！都在江湖上，你骗谁呢？你假扮阴人，待在罗员外的身边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而每天夜里又装神弄鬼，想要让罗员外的精神受到折磨。你做的这一切，是为了替你姐姐报仇。哎，奇怪了，主人睡下，仆人们都在后院，他怎么有机会装鬼吓人呢？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了。大家跟我来。紫苏、双叶，听到请回话。我们听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第一次来到罗府的时候，就觉得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特别。罗府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圆，而围墙由磨砖对缝砌成，光滑平整，弧度柔和，再加之围墙上端覆盖着琉璃瓦，人声不会散漫消失，造成了回音的效果。罗员外，你听到的鬼声就源自于此。没错没错。所以说，每一次闹鬼的时候，其实鬼根本就没有在屋子附近，而是在府里的另一侧。那素玉和奶娘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来了。哎呦，他这院子太大了，累死我了。三炮，我让你找的东西，你找到了没有？罗员外，这就是三炮在亚婆的房中发现的。这不是？这是丹砂，是提炼水银的原料。医用丹砂纯度低，少量服用可安神定惊。高纯度丹砂有剧毒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前不久，崇义坊的丹砂大户刘掌柜惨死，随身携带的丹砂失踪，钱袋却没丢。想必他是你杀的第一个人吧？还有，我查看厨房时，在食物和亚婆的身上都闻到了轻微的丹砂气味。郎中确认罗府的调味料里有丹砂，长期服用会导致精神萎靡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不要来！由于罗员外心中有愧，听到怪声加剧幻觉，越发相信厉鬼缠身。只是如此还不致死。我在罗员外卧房门外发现了少量烧灼过后的残渣，双叶查验确认，正是丹砂。高纯度丹砂以火烧之，就会化为剧毒蒸汽。事发当晚，罗员外在房中吸入少量毒气，精神焦虑，身体不适。夫人出门吸入了大量剧毒蒸汽，当场不发生命。你就用这种方法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残忍地杀害了罗夫人和奶妈二人。你怎么下得去如此毒手？亏你有脸问的是这样的话！放开我！15年前，你考取了功名，被礼部侍郎看中了，选你做了他的女婿。可你有考虑过我姐姐的感受吗？你为了攀龙附凤，就狠心将我姐姐抛弃。我姐姐为此抑郁而死，她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当年
还有那个奶妈，她不停地在我姐姐耳边煽风点火，说什么不要耽误你的仕途，要为了你的前途考虑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你的院子，你的官位，你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姐姐和那个孩子的性命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我姐姐的性命，给你换来的一切。